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我几个月前在小红书上写的开发商 Stateview 的破产3部曲？那是相当的精彩啊，扣人心弦。没看过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去看一看。在 Stateview 还在努力辟谣自己没事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全网第一个开始深挖 Stateview 快破产的人。最近 Stateview 又有了新的后续，这边呢 Norman 也来跟大家更新一下，顺便跟大家聊一下小开发商的生存窘境。condo 的楼花 house 的房花现在还能买吗？还敢买吗？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推荐给大家呢？别走开，跟大家一一道来。大家好，我是 Norman。今年4月末，我在小红书平台连续3天写了关于 Stateview 出现财务危机的帖子。我当时就判断 Stateview 是真的挂了。为什么我会这么判断呢？因为 Stateview 这个开发商做的都是 low rise 的项目。这里就要说一下 low rise 项目，也就是独立屋、半独立屋、镇屋这些房花项目和 high rise， 也就是公寓的楼花项目，它们之间的区别。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low rise 房花的风险是远大于 high rise 楼花的。我从来没有买过房花，也基本上从来没有推荐过房花的项目，这是因为我个人认为现行的法规下，房花的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等的。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房花风险远大于楼花呢？第一点是因为开发商对定金的不同处理规则导致的。 high rise 项目是 condo 为主的公寓楼，开发商收到的所有定金需要放在第三方律师手里，这笔钱在项目建成前是不会给到开发商的。如果项目破产了或者取消了，买家损失的主要是定金的利息和买房子本身的增值部分，其实本金是不会折本的。 low rise 项目则不同，独立屋、半独立屋、镇屋，开发商收到的所有定金是直接打进开发商自己的账户的，开发商可以用这笔钱付员工工资、交办公室的租金、拿地做新的项目。当然如果心情好，也可以真的用这笔钱开发收到定金的对应项目。开发商要不要这么做，真的要看他们心情好不好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买 low rise 项目的房花本金是很有可能打水漂的，风险系数就跟买 condo 的楼花比大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当然定金泰瑞让保险会赔一些，不过通常赔的显然是不能足额 cover 掉所有的定金部分的。这个呢，本期视频的后面会具体讲到。Stateview 全是 low rise 项目，没有看到像样的 condo 项目，所以 Stateview 出事的时候肯定是花光了自己准备的100%的买地建楼的钱，再加上客户交的房价的10%到20%的定金，才会开始爆雷的。因为 Stateview 但凡没花掉客户的定金，都会继续藏着掖着自己的危机，不告诉大家，把客户的定金先花了，真的花没钱了才会去爆雷 default 他们对第三方的付款。因为定金规则的不同， low rise 开发商一旦爆雷，基本上就是癌症晚期，很难捞得起来了，除非有背后的大佬额外进行注资。第二点， low rise 的开发商普遍规模更小，不够硬。给大家做个简单的科普， high rise 和 low rise 的建筑难度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建筑施工和资金的要求上。我这边呢，来举2个例子给大家解释这一个现象。先说个我自己的例子，来阐释一下为什么 low rise 门槛是非常低的。在安省，绝大部分6层及以下的建筑可以用木质结构修建，建木质结构的房子本身并不困难，比大型装修只难这么一丢丢。我个人做过5套豪宅的翻建，包括我的自住房，换句话说，我也可以称自己是一个 low rise 的开发商，而且我知道的 low rise 开发商也有并不少见的人经验比我还少，也就是建了少于5套豪宅翻建，也称呼自己是开发商。与之相反的，再来说个大佬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high rise 门槛之高。Matme 是加拿大最大的开发商之一，老板 Peter Gilgan 有7个孩子，老大叫 Matt， 老小叫 Amy， 所以他的公司叫 Matme。 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福布斯富豪榜上上榜的人，修建了10万家房子的公司大佬，他的公司 Matme 准备从基本只修 low rise变成也建一些 condo， 具体干了啥呢？
答案是他买了一家美国公司在加拿大建 condo 的分公司，来让自己可以修建 condo。Matme 这么大一家公司，为什么没有从别的公司高价挖人，也没有自己闭门造车研究怎么建 condo， 而是花了很大的溢价买了一个别人的 high-rise department 呢？显然是因为 high-rise 的门槛确实是很高的，自己研究起来并不划算，不如买个现成的团队。说了这两个例子，目的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high-rise 项目开发的门槛高，所以开发商整体必然体量更大，实力更雄厚，经验更丰富。low-rise 开发商里，小开发商比例非常高，开发门槛极低，随便来个零经验的土豪，扔一笔钱都可以搞块地做 low-rise 开发，并且把自己称为 low-rise 开发商。这么看来 low-rise 开发商整体破产确实也是风险系数更大的。 Stateview 的项目是啥样的呢？答案是全部都是 low-rise。 这样看来，它的风险显然是远大于有 condo 项目的其他更大的、实力更雄厚的开发商的。另外 Stateview 也不是 Norman 评价标准体系下硬的开发商。还记得 Norman 的开发商硬的标准是什么吗？答案是 livable。以前叫 BuzzBuzz Home 上有超过30个注册项目，如果开发商只有 low-rise 项目呢，这个门槛要来到超过40个项目。Stateview 注册项目是不够的，只有25个，属于雷区中的一员。听完了背景知识，现在来跟大家讲讲 Stateview 破产的现状。根据 Stories.com 提供的信息，最新的消息证明，目前 Stateview 资不抵债，已经进入了 receivership 的破产清算流程。顺便提一句receivership 你可以理解为破产清算时成立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接手破产机构的资产和债务，卖掉剩余的资产，然后按债权级别依次偿还债权人钱。Stateview 目前有7个项目，大约欠了 3.5 亿加币。这7个项目是啥呢？我在这边放给大家了。大家可以看到，绝大部分项目是卖掉了还没开建的项目，有2个开建了。除了 On the Mark 这个项目快建好了， receivership 可能会在法院的安排下有条件完成，来减少损失。其余项目大概率是直接卖地皮的。我感觉这几个项目卖下来，距离还清 3.5 亿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大概就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的距离吧。那么买了这些房花项目的客户，他们的定金能不能被偿还呢？答案是很困难。楼花和房花，它们的本质是一种开发商和买家签订的合同。这边开发商房子建不下去了，属于合同违约。这种债权排序在所有的债权中是非常靠后的。项目欠银行的开发贷款、欠政府的税，都会排在客户的定金之前。我个人感觉 receivership 最后基本上一个子儿也给不到买房的人。值得庆幸的是，安省的 Terry Young 新房保险公司对所有注册的开发商项目是有部分兜底的。Terry Young 也在自己的官网发布了 Stateview 的最新进展，也欢迎大家去看看。根据签约时间购买房屋的价格，如果 Stateview 破产了， Terry Young 大约可以赔付4万到10万加币不等的定金。我感觉购房者平均能获赔 40%到50% 的定金总额的赔偿。同时这批买家也损失了这么多年来房子升值的部分。很遗憾，根据我粗略的猜测， Stateview 的项目华人购买比例是明显超过人口占比 10% 的，这和中间经纪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猛推这些房花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如果你不幸买了上述的项目，回头看看你的房产经纪在你买房的时候，除了给你讲这些项目有多么好之外，是否做了相应的风险背调呢？是否告诉了你楼花和房花定金存在巨大的差别呢？总结下来， Stateview 破产主要的原因是步子太大，扯到那啥了。在22年加息过程中拉爆了自己的杠杆，拿了太多的项目，导致预备修建自己项目的钱被增大的利息吃掉了，最后不够了。Stateview 这个开发商的破产留给我们的除了唏嘘之外，还有经验和教训。作为一个房产投资者，我们是否在投资决策中充分考量了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是否真的选择了对的产品，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我在之前的视频和小红书推文中都提到过，大家觉得加息让自己压力山大，其实开发商是整个房地产市场链条中压力最大的一环。Stateview 的故事其实只是开发商压力山大的冰山一角。下期视频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开发商，尤其是小开发商的生存窘境，顺便说说condo楼花、house 房花现在还有能买的吗？还敢买吗？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推荐？
当然，如果有的朋友想提前知道 Norman 会推荐什么项目给大家，等不到下期，也欢迎这边联系我私聊，提前给你剧透。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